前一阵子，邦尼从柜子里把收藏很久的 M8拿出来开个机，也顺手刷上 Android 11，日常使用居然还是有一定的流畅度。结果就在玩了2天，邦尼准备要把 M8收起来的那一刻，它不开机了。对，不开机了。难道 M8只能像逝去的青春一样，永远尘封在回忆里了吗？不，谁说逝去的青春买不回？没错，我把 M8买回来了。而且一买就是6只，把一般版的6只颜色全部凑齐。突然灵感一来，有多少人是因为不敢尝试而错过了拆解手机以及刷机的好玩体验？所以当然不能只有邦尼独乐。节目的最后，邦尼准备了5只 M8的套组，让有缘人可以把它们带回家，一起体验拆机、刷机以及当年玩机的美好。对了，如果你的柜子里刚好有 M8的话，邦尼会简单带大家来看一下内部结构。换个电池，让 M8再战个10年。这一集邦尼主要会将重点放在3大项，分别是拆解翻新、刷上 Android 11，以及最后，既然要重新开箱老旗舰，邦尼也打算用上2022的评测标准，重新带大家来看一下当年的 M8。对了，就在邦尼做这个影片的时候 ，HTC 宣布要推出一款新机，据传会是旗舰，也真的是有够刚好。话说啊，开箱经典还是要从历史说起。HTC One M8 是一款在2014年推出的旗舰定位机种。从 New HTC One 又是 HTC One M8 这2大非常经典的金属旗舰，相信大家应该都还记忆犹新。你需要先知道，同年的其他手机大概都长这个样子，这也让一体成型的 M8 在当时显得格外出众。并且辉煌程度来看，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当年你要买手机壳的话，不像现在整面墙都是 iPhone、HTC 以及各家 Android 的周边都还很好找。不过一个好消息是 ，Casetify 也终于推出更多 Android 系列手机壳啦。好啦，好像转得有点硬。Casetify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就是那个网站款式多到你绝对划不完的 Casetify。他们这一次推出了包括 Google Pixel 6、Pixel 6 Pro、三星 S22 系列，甚至 Z Flip 3，以及手机壳超级难找的 Z Fold 3保护壳都有，并且印花款式也是超级多，可以说是在 Z Fold 3这个配件荒漠中注入了一整片的活水啊。除此之外，他们也很积极的将环保永续融入到了自家保护壳产品中，像是邦尼有介绍过的 Recastify 计划，就会将回收的旧手机壳打造成防摔再造系列手机壳。邦尼手上的 S22 Ultra 这一款就是强悍防摔再造手机壳，你可以在边框上看到回收材料制成的特殊微粒。在防摔上，只是采用了 Cheetech 2.0 防震技术，通过了2公尺的防摔测试，并且拥有 Defensify 抗菌涂层，可以防止99%的细菌在表面形成。而邦尼手上的 Pixel 6 Pro 就是大家熟悉的印花款强悍防摔手机壳。尤其邦尼觉得 Pixel 6这一款搭配上海洋主题的印花，还有6 Pro 搭配上黑白曲线的设计师款，都蛮好看的。如果你是 Flip 3的用户，你可以利用折叠的特性选一些特别的保护壳，打开或是关起来都有不同的故事。最后就是 Fold 3这款啦，邦尼选的是客制化的版本。Fold 3相对修长的机身非常搭横向的客制化文字。啊，对了 ，Casetify 也有蛮特别的镜面款式可以选择，像是邦尼自己 S22 Ultra 这样的 Star Wars 联名款，其实就是透过镜面和印花组成的特殊设计。最后，在 Casetify 的官网，除了有超多印花选择，你也可以透过客制化的方式打造属于自己的手机壳，你一定可以找到你喜欢的一款。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资讯栏找到邦尼观众专属的85折优惠链接哦。话说回来 ，M8 在外观上维持了 HTC 当年非常坚持的圆润机身设计，这样的手感在2022也真的算是绝迹了。这其实与内部的机构堆叠也有很大的关联。不过要说清楚的话，我们还是得把 M8 拆开来。拆开来就可以看到，当年的 HTC 旗舰大多采用了3段式，并且将主板堆叠在电池上的设计。相较起2022主流的3段式，上主板、中电池、底副板的排列逻辑有所不同。当然，这也与2022年的旗舰在处理效能大涨，需要更合理的散热规划，越来越多的硬体需要多层堆叠，
越来越大的镜头模组等等都离不开关系，毕竟要把更多的硬体塞进手机里。现在来看M8的内部堆叠，就会觉得有些奢侈。你看这个塑胶盖板，或者这个双镜头的金属镜头框架，真的都算是豪宅等级的空间配置。好啦，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是来看结构。当年的 HTC One M8 在结构上主要可以分成4层，分别是萤幕、中框、第一层硬体加电池，以及覆盖在电池上的主板。简单来说的话，萤幕透过粘胶粘贴在中框上，中框上有音量按键，分散在左右两侧的 SIM 卡以及 microSD 的排线。背面上半部的副板主要有电源键、上喇叭以及镜头模组。中间的区块是一颗2600毫安时的电池。最下方的小板主要就是 3.5mm 耳机接孔、microSD 尾插以及豪宅等级的下喇叭和盖板。最后就是覆盖在电池上的主板。如果你有发现的话，帮你提到的都是主要功能的零件位置。因为这集节目更重要的是让大家重新拿起 M8。如果你的 M8 有一些异常，或许可以考虑抱着体验拆机的心态放胆来修复看看。当然，如果你很爱护手机的话，就千万不要这么做了。拆开一台 M8 其实非常容易，你只需要主要的4个工具，分别是14、T5两种规格的螺丝起子、薄型的金属拆机片以及一支美工刀。如果你恰巧财力雄厚，可以多准备一支简易的热风枪或是吹风机，其实就可以了。好，我们开始拆。M8 的后盖是一体成型的设计，所以很明显，我们要从前面下手。首先关机，并且一定要取出两侧的卡槽。M8 的正面上下其实是2个塑胶饰片，你可以先稍微加热一下，之后再透过美工刀撬起饰片，就可以慢慢拿起来了。这边需要注意的是，在撬开的时候，尽量不要伤到中框，而是紧贴着饰片抬起。底部喇叭的移除方式也是同理。拿起来后就可以看到，饰片是透过双面胶固定在框架上的。注意，帮你有发现金色以及灰色版本的饰片色层比较容易脱落，毕竟这些机器年纪都比较大了。如果有要拆机的朋友，可以先准备好全新的饰片备用。上下是2颗14以及4颗 T5。这个设计也是巧妙的告诉你，如果你能够转开最外层，那么里面所需要的工具你也都有了。接着，你会需要一个拆机片，因为 M8 是采用卡扣的方式跟背盖固定在一起，所以只要将拆机片大概是插入这2个位置，然后往上翘，就可以顶起整个框架。如果不够的话，可以再轻轻的插进顶部，开启整个中框。其实这样就完成了。接着，帮你也分成几个情境来跟大家说明，如果你想要修复的话，也更容易一点。不过再提醒一次，做任何维修之前，都要先记得将电池断电。第一，如果你想要的是更换电池，在完成前面的步骤后，你需要先断电，然后将主板上所有的贴片撕开，断开所有排线。再卸下连接上下2个小板的3颗螺丝，就能够取下主板了。接着就可以透过拆机片来移除电池。当年其实就是透过双面胶粘在中框上而已，取下的难度不算太高，小心排线就好。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M8 出厂的时候搭载的是2600毫安时的电池，不过在 M9 推出之后，就有人发现 M8 其实可以通用 M9 的2840毫安时的电池。经过帮你实测，也的确可以正常使用。如果买不到 M8 电池的话，或许可以考虑一下。不过，多出来的240毫安时会不会让续航变好呢？答案是可能有，但整体影响不大。第二个大家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尾插无法充电。以2022来看，如果要修复的话，邦尼会推荐直接购买尾插小板更换就好。采用的一样是双面胶粘在中框上，稍微撬开就能取下的设计。要注意的是，小板上的接口有分版本，记得要购买对的台版小板。如果你是镜头模组有问题，邦尼会推荐你将整个副板取下，无论是要取下相机，或是安装回去都会更加容易。副板一样是透过双面胶粘在中框上，
断开所有的排线后，取下螺丝就可以了。是透过一颗十字螺丝固定在中框上的，转开后就可以将整个框架取下。安装回去的时候，记得先将镜头排线安装上副板背面，再把整个框架装回去会更容易。如果你想要更换的是自拍镜头，或是不小心弄掉了副板上的天线，你可以轻轻的撬开塑胶盖板，前镜头的排线就在这里。第四，如果很不幸的坏的是电源按键或是震动马达，因为是直接焊在副板上的，以2022来说，比较符合成本的做法就是直接换掉整个上副板。如果你坏的刚好是音量或是任何一个卡槽，直接换到中框也是比较快的做法。把 M8 拆开来后，如果不够熟练的话，多少都会伤到，建议可以买个新后盖或是饰片来换新衣，甚至换个颜色也都没有问题。不过要注意的是，目前你能在网络上买到的大多都是副厂，所以在成色上大多会有色差，所以大家都自行斟酌咯。然后记得要将旧盖板上的 NFC 天线取下来，装到新的壳上。最后就可以将后盖盖上啦。装回去的时候不要急，记得要固定好电源键，可以稍微粘贴固定，或是反着拿，底部先进，上部再进去，最后再把两侧的卡扣装上。整体来说，以2022的标准来看，哪里坏就整个模组直接换，会是比较推荐而且合乎成本的做法。如果太细部的维修，除非是体验，要不然 M8 当时的模组化设计也是比较成熟了，整个替换会更稳定，而且更便宜。就是要记得，两个副板和主板一定要买台版的。镜头或是萤幕的话，目前帮您测到的大多都通用，差异不大。接着，我们就把 M8 刷上 Android 11吧。当然，刷机的乐趣就是让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可玩性高的各种 ROM 来玩，最新不一定最好。但是看到有人还在维护这些老机，还是蛮感动的。并且刷上新的系统版本，也可以让许多已经不再支援旧版 Android 的 App 有机会在 M8 上使用。更重要的是，刷上新版还可以摆脱 Android 6.0，每次重设或是开机就要进行一堆 App 最佳化的魔咒。有玩过老机的大家应该都还记忆犹新，每一次更新都要等超久。好，在刷机之前，你会需要准备好电脑上的环境。以 HTC 来说，主要就是两大步骤：一，安装好 SDK Platform Tools， 接着你就可以在电脑上执行你常听到的 ADB 或是 Fastboot 指令。这边有个小地方，虽然说网络上有很多刷机工具包，打开来后就可以直接执行，不过邦尼还是教大家比较基础的做法，之后也比较好应用在不同的需求上。OK， 我们来安装 SDK Platform Tools。首先，邦尼建议直接到 Android 的开发网站上下载最新的版本，完成后直接在电脑上解压缩即可。接下来，邦尼会建议将 Platform Tools 整个资料夹复制到 C 槽。接下来，资料夹应该就是画面上的路径位置。最后，如果你是 Windows 11的话，可以直接在 Windows icon 上按右键选择系统，进入进阶系统设定，选择进阶，点选环境变数，接着找到下方系统变数中的 Path 进行编辑，点击新增，将刚才的这一串路径贴上，如此一来就算是完成了。虽然有点复杂，不过在第一次设定完成之后，你就可以在系统的任何位置透过命令提示资源来执行 ADB 指令，算是比较一劳永逸的方法。接着，你会需要安装 HTC USB 驱动程式。邦尼比较推荐的方法是安装 HTC Sync Manager， 这样通常就会自动安装。如果真的不行，可以找信任的来源直接安装 HTC USB Driver。好，到这边环境部分就算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刷机了。步骤大概有3个：一、解锁；二、安装 Recovery。好，我们来先解锁。HTC 早期的手机解锁都还蛮容易的。首先，记得要将手机电量充够，并且要确认手机没有突然断电的问题才进行刷机。接着我们关机，在关机状态下，按着音量下加开机，就会进入 H-Boot 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基本的操作逻辑就是音量加减对应的就是上下移动，电源键则是确认选择。
我们选择 Fastboot 模式，接着我们连上电脑，看到这边显示 Fastboot 的 USB， 就代表连接成功了。在这边，你会需要注册一个 htcdiff.com 的账号。完成后，点击 Unlock Bootloader， 选择开始，并选择对应的机型，然后开始解锁。同意条款后，拉到最下面进入步骤5。接着在搜寻列上打上 CMD， 就会出现命令提示资源。接着选择以系统管理员身份开启，输入这一串指令取得 token。接着，如果你用的是新版的 Windows 11，可能会遇到无法右键标记选择的问题。那我们就土法炼钢，从 Start 框到 End， 删掉前面的字串，将这一串代码复制起来，然后填上网站就可以了。完成后，系统就会将解锁的文件寄到你的信箱，到信箱里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就可以了。接着复制这个答案的路径，在 CMD 上打上这一串代码。接着，系统就在手机上触发解锁提示啦，选择 Yes 就可以了。好，完成解锁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刷机了。最主流的方式有2个，主要分为 Recovery 以及 Fastboot 2种形式，大家也常称为卡刷以及线刷。这边帮你主要想先聊 Recovery， 也就是卡刷。我们会需要先刷一个第三方 Recovery 到手机里，帮你使用的是蛮主流的 TWRP Recovery。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在更新 M8 的 Recovery， 感谢大神！大家可以直接找到 TWRP for M8 的页面，我们直接选择最新版。我们再次进入 Fastboot 模式，连接上电脑，确认是 Fastboot 的 USB 连接成功。最后，我们先输入 Fastboot Flash Recovery， 接着复制刚才下载下来的 .image 路径，回到 CMD， 空格。贴上路径就可以开始刷入 Recovery 了。到这边我们就已经刷好 Recovery。接着我们要刷上 Android 11咯。这边你会需要准备2个档案，可以找一个喜欢的 ROM 下载。邦尼这边使用的是 XDA 上的 Lineage OS 18，对应的就是 Android 11。记得要下载对的机型版本。M8 相对单纯，主要分为单卡以及双卡。台版下载单卡就可以了。第二，这些非官方的 ROM 包通常都没有内建 Google Play，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需要另外安装 GApps。因为有版权问题，大家可以再斟酌使用，可以依照需求选择不同的 GApps 包完整度，当然也就跟流畅度有关了。邦尼也测试了一下 ，OpenGApps 的 4 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下载完成后，准备一张 microSD 或是一个 microSD 的 OTG， 将2个答案都放进去。接着 USB 插 USB，SD 放 SD 卡槽。进入 Hboot， 选择 Recovery 就可以进入 TWRP 界面了。在刷机前，有些人习惯3清、4清，这个就看个人斟酌喽。也就是选择 Wipe， 然后勾选这4个，然后向右滑开始清除。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始刷机。点击 Install， 选择档案的位置，像是 USB OTG 或是外部 SD。接着选择刚才下载好的 ROM 包，向右滑就开始刷机了。记得要保持电量足够，不要操作，放着等待就会完成了。最后，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接着刷上 GApps 就完成了。这边帮你会建议，可以刷比较小的 GApps Package 就好，完全没有必要选择 4。这边主要是帮大家测试，毕竟机器年纪也是大了，更多的预载软体肯定会卡。到这边，你可以点击 Reboot 到系统，就会看到你已经成功刷上 Android 11的 ROM。首次开机会比较久，这是正常的。刷机完成后，如果你是晚上的时候刷机，肯定会感觉到色温不太对。到设定里面关闭 Live Display 即可。然后大家应该还是会发现，萤幕整体的色温偏冷，这主要跟校正有关，可以到显示设定中稍微调整一下白平衡即可。接着记得安装一下 Gboard， 你有中文输入法可以使用，然后把 Google Play 的套件都更新到最新，大致上就完成了。整体来说 ，Android 11在 M8 上意外的还算流畅。不过该卡的地方还是会卡，主力机就不用想了。倒是全萤幕手势非常适合 M8， 毕竟 HTC 从 M8 开始就拿掉了实体的功能键，当年还要另外使用万能手势搭配才会好用。而在2022，全萤幕手势就是 M8 必备了。顺带一提，如果还要更深入玩的朋友，邦尼会建议可以再找找看 root 和模组资源，
尤其是在2022，很多人认为没有什么用的虚拟记忆体，对于这些历史文物来说，以邦尼的经验 ，Swap ZRAM 只要模组正常运作，日常的确会有感顺畅许多。毕竟以2022的 App 状态来看，邦尼认为真正的瓶颈可能不完全是 CPU，RAM 全程满载才是卡顿的主要来源。好啦，大致上的刷机就先聊到这里。最后，我们来看 M8的简单评测吧。首先看到影音娱乐 ，M8 上搭载的是一块 Full HD 的 LCD 萤幕。过了这么久，手机上的1080P 的确还是主流，显色表现绝对不差。但以2022的标准来看，就正常表现吧。强光下萤幕全白亮度达到340尼特左右。比较值得一提的是，邦尼手上的几只手机，在经过几年的生存之后，多少还是有偏黄、色衰的状况，也算是LCD 比较普遍的问题了。倒是当年 HTC 非常引以为傲的 Boom Sound 双前置立体扬声器，我们也直接拿来跟2022的旗舰进行对比。而在效能上 ，M8 搭载的是 Snapdragon 801，当时不同地区分别有2.3以及2.5 GHz 两个版本，不过整体的差异其实不算大。搭配上的是2GB 的 RAM， 这也是为什么邦尼会说，这些旧手机在2022最大的瓶颈或许不是效能，而是 RAM。光是要启动 Google 的核心套件，机体就会时常满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看看完全干净的 Android 11，M8 其实会顺畅非常多。按照惯例，所有的跑分测试可以参考以下的表格。比较值得一提的是，邦尼也在这只手机上跑了 PUBG M 的游戏测试。为了公平，采用的是原厂系统。好在 PUBG M 即使是在 Android 6的系统版本中，一样是可以执行的。在画质上，最高就是均衡的30 FPS。经过邦尼实测 ，M8 在这个画质设定下，连续玩30分钟，可以达到平均22.6帧。正面温度达到38.7度，背面38度。不过这个成绩算不算好呢？邦尼也找来一台当年的对标旗舰 Galaxy S5， 同样是 Snapdragon 801，搭配2GB 的 RAM， 在同样的测试条件下，表现真的差不多，平均22.4帧。不过在温度上 ，S5 明显就高出非常多了，正面达到48.1度，背面48.3度。当年其实也没有像 PUBG M 这么大型的游戏，所以在温控、降频、散热的概念都没有现在成熟。尤其在 M8 和 S5 上可以看到，真的是两个极端啊。邦尼认为两者最大的差异还是落在了 S5 采用了塑胶机身，以及当年上了防水，在散热上也相对受限。而 M8 这边虽然没有防水，但是又有了金属机身的 buff， 散热差异还是蛮大的。所以说嘛，现在这些旗舰又要好的效能释放，又要防水，又要质感好的玻璃，搭配上各种 coating， RD 想解决散热也是很为难啊。接着是原神，不，没有原神。当年还有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是 ，M8 是没有加入生物安全辨识的，甚至到 M9 还是没有。同时期的 S5 则是已经引入了滑动式的指纹辨识，整体算是可用吧，但跟现在的指纹描解还是有蛮大的差异的。这应该也是 HTC 最后选择不放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就是相机啦，相信所有老玩家应该都还记得一句话：像素不等于画质。当年不断重提这个概念的，就是 M7、M8 这两只手机，说的就是 HTC 采用了400万画素的相机，但是也因为像素低，每个画素的感光面积更大，有更好的低光效果，而这个就是 Ultra Pixel。在2022回去看的话，其实就是大底尚未成熟的反向解法。对比一下当年的 S5， 整体的表现的确还算不错，不过也因为只有400万画素 ，M8 没有上 4K 录影的基本条件。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M7 和 M8 虽然都是400万的 Ultra Pixel， 照面上看起来差不多，但受益于当年 SoC 的飞速发展，以下邦尼也准备了2022 2万左右的 Pixel 6一起来对比，究竟这几年差了多少呢？
大概就是天地之差的地方了。当年没有即时 HDR 合成的加成，自动曝光和动态范围也都受限，所以当年的评测大家应该都听过，至少拍得到，再去看拍得好。好啦，最后的时间帮你准备了5支 HTC One M8，让大家可以带回去重温一下当年的美好，玩一下拆解、刷机也都很棒。帮你也尽量把手上的机器都修复完成，让基本的功能都是正常的。5支手机也都会再附上一张保护贴，配不上这支影片变成一个 M8 体验 Kit 组。因为机器都有些年纪了，如果遇到任何问题，就要请大家自己动手玩机排除了。如果你的柜子里也有 M8 的话，也记得拿出来回味一下啦。这次抽的5支，也就是画面上的这几支，灰色的机况会比较差，在意外观的朋友建议避开。其他机台的话，帮你都尽量帮大家换好新的背盖了，也是花了不少。抽奖的方式很简单，一组会是频道会员专属抽，会员们找到频道会员专属的社群贴文就能登记抽奖。其他4组只要订阅邦尼，影片下方留言你想要跟邦尼说的话，以及想要的颜色，就可以重复留言选不同的颜色。最后分享这则影片到任何公开的社群就完成了。记得要截图日期，领奖时会需要出示，活动到7月20号结束。然后先前有参加邦尼20万订阅抽折叠机的朋友，我们会在7月左右把2次20万回馈计划的所有奖项一次抽出，邦尼会直接回复中奖者，所以不用担心错过，期待大家中奖啦！好啦，本期的节目先到这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也希望邦尼是一个值得你推荐的 YouTube 频道哦。如果喜欢本期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Instagram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